你剛花了一大筆錢把一台全新的 MacBook 帶回家，你小心翼翼地撕開包裝，掀開那片冰冷又充滿質感的鋁合金螢幕。這時候通常是滿心期待的。對，你滿心期待這一台傳說中的辦公天花板能立刻讓你的工作效率翻倍。你可能還幻想着自己坐在咖啡廳裡，成為那種就是優雅、流暢而且毫不費力的精英。畫面感很強，但通常很快就會幻滅。沒錯，不出10分鐘，現實就給你狠狠一擊。你發現游標感覺像是在泥沼裡拖行，然後輕點觸觸板，竟然毫無反應。哇，這真的是很多新手第一天的痛。真的，然後你想剪下一個檔案，電腦卻發出咚的一聲，像是在嘲笑你的無知。你開始崩潰，懷疑這根本是一台充滿反人類設計的機器。這其實是無數從 Windows 跳槽過來的新手共同經歷過的破防時刻啦。所以這不是我自己的問題咯，絕對不是你的問題。很多使用者在這個階段會感到極度挫折，甚至覺得是不是自己太笨，連一台電腦都搞不定。但首先要釐清的是，這真的不是你笨。聽你這樣說，我就放心了。那這就是我們這次深度解析的任務咯。我們今天不是要來念一本無聊的 Mac 說明書，而是要幫你直擊那些最讓你抓狂的操作痛點。特別是每天摸最多次的滑鼠、觸控板、設定，還有鍵盤快捷鍵。沒錯，我們要把你大腦裡多年累積的 Windows 肌肉記憶進行一次徹底的重新編碼。也就是說，我們得先理解 Mac 的底層邏輯。其實 Windows 和 Mac 是兩套建立在完全不同哲學上的作業系統。所以硬套以前的習慣是行不通的。對，你覺得痛苦是因為你正試圖用一套已經內化的語言去硬套在一個全新的語境上。強扭的瓜不甜嘛，硬套的邏輯當然會讓你處處碰壁。所以在我們學會怎麼在 Mac 的世界裡飛奔之前，得先學會怎麼走路。我們先來聊聊那個一開始就讓人懷疑人生的觸控板。好啊，觸控板絕對是第一個大魔王。我身邊超多朋友一打開 Mac， 第一個反應就是為什麼我輕點觸控板它完全不理我？我是不是買到瑕疵品了？這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文化衝擊。因為在 Windows 的世界裡，觸控板的邏輯就是一塊觸控螢幕，手指輕輕點一下就等於滑鼠左鍵。對啊，這不是很直觀嗎？但蘋果的預設邏輯完全不同哦，它要求你必須用力按下觸控板，直到你感覺到咔嗒一聲的實體回饋，那才算是一次真正的點擊。但最匪夷所思的是，當電腦關機的時候，你去按那塊觸控板，它竟然是按不下去的，就是硬邦邦的一塊玻璃耶。哈哈，這就是蘋果厲害，但也容易讓人困惑的地方。其實那塊觸控板底下根本沒有實體的按鍵結構。等等，你是說那是假的？對，它是一整塊固定的玻璃。當你用力按的時候，底下的 Taptic Engine， 也就是觸覺回饋引擎，會瞬間發出一個震動。哇塞，所以它是在欺騙我的大腦。沒錯。騙你的大腦，讓你以為自己真的按下了某個實體按鍵。蘋果希望你習慣這種力度觸控，因為它可以根據你按壓的深度給出不同的指令。這種用震動來騙大腦的黑科技真的很酷啦，但對於剛轉換陣營的人來說，這實在太費手指了，按久了手很酸欸。確實是這樣，如果覺得太累，其實是可以改的。沒錯，如果你想找回輕輕點擊的輕鬆感，只要去左上角的蘋果標誌，進入系統編號設定裡的觸控板選項，把輕按以點按打勾，你的世界就清靜了。沒錯，這通常是新手必做的第一件事。不過說到觸控板，很多資深果粉都會推薦一個叫做3指拖移的神級功能哦。對，這個我有聽說。開啟之後，你不需要按壓，只要用3根手指輕輕放在觸控板上滑動，就能輕鬆框選一大片檔案，或者把視窗拖着走，對吧？對的，這會讓單手操作的流暢度達到一個新高度，非常推薦大家去開。但這裡我就不懂了，既然這功能這麼神，這麼好用，為什麼蘋果不把它放在剛才那個一目了然的觸控板基礎設定裡？
這就很有意思了。對啊，我們居然得像尋寶一樣，跑到系統偏好設定，點進輔助使用，找到指標控制，再點進觸控板選項裡才能把它打勾，把它藏得這麼深，這難道不是在刻意刁難使用者嗎？這裡其實隱藏着蘋果強烈的設計主觀意識了。剛才提到，蘋果這幾年非常推崇用力按壓的 Force Touch 技術。所以他們希望我們都用力按。對，他們理想中的使用者行為是用力按住，然後拖曳。將三指拖曳藏在輔助使用裡，其實是一種策略性的降級。策略性的降級，就是說，蘋果並不希望這是你的首選。他們把它當作是給那些手指力量不足，或者真的無法適應按壓拖曳的人的一種無障礙妥協。哇，原來他們是在暗中透過界面設計，強迫我們去適應他們的願景。可以這麼說，蘋果一直都很習慣教使用者怎麼用電腦。好吧，如果我真的不想被蘋果教育，決定插上我自己慣用的滑鼠，結果天吶，上下滾動的方向竟然跟 Windows 是完全相反的。哈哈，你是不是覺得手指往下滑，網頁卻往上跑，簡直讓人暈車？真的超暈，這到底是什麼反人類設計？在 Mac 的語境裡，這叫做自然捲動。它的設計靈感其實完全來自 iPhone 和 iPad 這些觸控設備。所以它是把螢幕當成平板在滑。沒錯，想象你的螢幕是一張實體的紙，手指往上推，紙當然就往上走，畫面就會顯示下方的內容。在觸控螢幕上這很合理啦，但滑鼠滾輪是一個物理的齒輪呢。我們幾十年來習慣的是往下滾動齒輪，畫面就往下。的確，肌肉記憶很難改。所以當我受不了，進設定把自然捲動關掉，滑鼠終於正常了。但可怕的是，一回頭用觸控板，觸控板的上下方向竟然也跟着反過來了。蘋果硬生生把滑鼠和觸控板綁定在一起耶。這確實反映了蘋果在整合桌面與行動裝置體驗時的陣痛期。這真的是個無解的死循環。那怎麼辦？只能精神分裂嗎？其實，如果不想在滑鼠和觸控板之間精神分裂，最有效的解決方案是借助第三方軟體，比如一款叫做 Most 的免費開源工具。它能幹嘛？它可以在系統底層把滑鼠的滾輪方向單獨反轉過來，同時優化滾動的平滑度，而且完全不干擾觸控板的運作。哇，那 Most 絕對是新手的救星。另外，如果你覺得滑鼠游標移動起來很沉、很不跟手，只要去設定裡把滑鼠的追蹤速度直接拉到最快，就能大幅減輕那種在泥沼裡拖行的感覺。沒錯，速度拉滿會好很多。好了，現在我們的游標終於聽話了，但當你深吸一口氣，把雙手放回鍵盤上，準備大展身手時，真正的災難才剛開始。要進入鍵盤快捷鍵的地獄了嗎？對，你的小拇指習慣性的往左下角按下去，想複製文字，卻什麼事都沒發生。我們該來談談肌肉記憶的全面改寫了。鍵盤快捷鍵的轉換可以說是跳槽過程中最痛苦的一環了。在 Mac 的世界裡，你需要認識一個全新的核心主角，那就是Command 鍵，也就是那顆長得像四葉草的按鍵。對，它基本上接管了 Windows 裡 Control 鍵90%的工作。這點其實適應起來蠻快的，從 Control 加 C 變成 Command 加 C。而且說實話 ，Command 鍵的位置在大拇指旁邊，按起來比要用小拇指去硬扣左下角的 Control 舒服多了。很多人後來都覺得大拇指按 Command 比較符合人體工學。可是接下來這個邏輯絕對是新手最大的陷阱，也是最多人抱怨的。為什麼在 Mac 裡我沒辦法用 Command 加 X 來剪下檔案？這是一個極佳的切入點，這真的是無數新手的痛。對啊，電腦只會給我一聲咚的錯誤音。其實是這樣的，如果你選中一段文字，按下 Command 加 X， 文字是可以被剪下的。但當你對一個檔案按的時候，系統就不讓你這麼做。你點擊右鍵選單，裡面也根本沒有剪下這個選項。作為一個資深 Windows 用戶，這真的讓我非常不解。在 Windows 裡，不管是文字還是檔案，剪下貼上天下大同，不是很好很直觀嗎？
為什麼蘋果非得把它們拆分成2種不同的操作邏輯？就要回到蘋果的底層哲學來看。在他們看來，文字是數據，而檔案是實體物件。數據跟實體物件的差別在哪？你可以把一段文字先存放在虛擬的剪貼簿裡，但檔案包含了實際的容量與結構。想象一下，在 Windows 裡，當你對一個檔案按下剪下，檔案圖示會變半透明，對吧？對，這表示它正在被剪下嘛。但這時檔案其實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薛定諤狀態。如果這時候你忘了貼上，或者電腦突然斷電宕機，這個檔案就有損毀或遺失的風險。所以蘋果是為了防止我們因為手殘或意外而搞丟檔案。完全正確。蘋果的保守設計邏輯是在確保這個實體物件安全抵達目的地之前，它絕對不允許原處的檔案消失。那在 Mac 上的正確做法到底是什麼？你必須先對檔案按下 Command 加 C 進行拷貝，走到目標資料夾後，按下 Option 加 Command 加 V。等等，原本的貼上是 Command 加 V。多加了一個 Option 鍵，就變成了移動檔案。沒錯，就是多按一個 Option。Option 這個鍵簡直就像是改變現實的魔法修飾鍵耶！多按了它，原本的複製一份就變成了把本尊連根拔起移過去。你的理解非常精準。Option 鍵在 Mac 裡經常扮演這種改變預設行為的進階角色。這套先複製再確認移動的流程，雖然多了一步大腦的轉換，但從資料安全的角度來看，它徹底杜絕了檔案在半空中遺失的悲劇。聽你這樣一解析背後的保護機制，我突然可以原諒它了。這的確是很貼心的防呆設計。確實是這樣。除了這個，大家也一定要習慣 Mac 鍵盤上的一大殺器，那就是空白鍵。這個我超愛。在 Mac 裡，不管是一張高畫質圖片、一段 4K 影片，還是一份長達100頁的 PDF， 你都不需要打開那些龐大且耗資源的軟體。對，只要選中檔案，按一下空白鍵，這叫做快速預覽，英文是 Quick Look， 它能瞬間彈出檔案內容，看完再按一次空白鍵就關閉。這種不干擾工作流的極致效率，真的是很多人一旦習慣就再也回不去 Windows 的關鍵原因。沒錯，這真的是 Mac 的一大神級功能。好，現在我們硬體設定好了，快捷鍵的邏輯也通了，終於可以開始打開軟體工作了。但這時候，界面布局又會給你一記重拳。你想找軟體的設定，或者想關掉一個視窗，卻發現自己完全找不着北。因為在視窗管理上， Mac 再次挑戰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結構。首先是螢幕最頂端的那條選單列，對，那條白白的 bar。在 Windows， 每個軟體視窗都自帶一個功能表，但 Mac 採用的是全域選單列。這條選單列永遠固定在螢幕最頂部，而且它像變色龍一樣耶。這麼說，當我點擊瀏覽器，最上面就變成瀏覽器的設定；當我點擊 Line， 最上面瞬間又變成了 Line 的選單。這樣設計的好處是最大化了每個視窗的可視空間，把繁雜的功能表統整在一個永遠固定的地方，你就不需要在螢幕上到處尋找功能了。這我能接受了，但我接下來要強烈抗議的是左上角那3個被稱為紅綠燈的按鈕。紅黃綠那3個小圓點，對吧？對，在 Windows 右上角的紅叉叉點下去，軟體就乾淨利落地關閉了。但在 Mac 裡，我點了紅色的叉叉，視窗確實消失了。可是，當我看着螢幕下方的程式屋，發現那個軟體圖示下面居然還亮着一個小黑點。那個黑點代表程式還在運行。這就代表它根本沒被關掉，還在背景吃我的記憶體呀！為什麼要留着這個引擎在背景空轉？這太強迫症了吧？別激動，這涉及到2大系統最核心的架構差異。Windows 是以視窗為中心的，視窗即軟體，關了視窗就等於殺死了進程。但 Mac 是以 App 為中心的，也就是說，視窗只是這個 App 展現出來的一個面向。沒錯。當你按下紅叉叉，你關閉的僅僅是當下這個工作區域或這份文件，但 Mac 認為你隨時可能需要再開一份新文件，所以它讓這個軟體的核心引擎保持啟動狀態。這樣下次開就會比較快。對，這樣你下次點擊時就能秒開，而不需要重新跑一次冗長的加載過程。那如果我真的想把這個引擎徹底熄火，把記憶體釋放出來呢？那請一定要記住一個無可取代的快捷鍵。Command 加 Q，
也就是 quit 的意思。Command 加 Q， 這絕對是要刻在骨子裡的指令，每天下班前都要狂按吶。那綠色按鈕呢，在 Windows 它是最大化，但在 Mac 點下去，整個畫面突然占滿螢幕，連最上面的選單列都不見了。因為綠色按鈕的預設功能不是放大視窗，而是進入全螢幕模式。全螢幕模式在 Mac 的邏輯裡，這等同於為這個軟體創建了一個全新的獨立桌面。你可以透過觸控板的3指或4指左右滑動，在這些不同的全螢幕桌面間無縫切換，這能給你帶來極高的沉浸感，聽起來很適合專注工作的時候用。另外，我也發現，如果你把游標停在綠色按鈕上不要點，系統會貼心地彈出一個選單，讓你把視窗精準地貼在左半邊或右半邊。對，這就是極度實用的分割畫面功能。聊完視窗，很多人會陷入另一種恐慌，那就是我的電腦去哪了？沒有 C 槽，沒有 D 槽，我的檔案到底存哪了？其實 Mac 使用的是叫做 Finder， 也就是訪達的檔案管理器，就是那個在程式屋上一直對着你笑的雙色臉孔。那個笑臉有時候看久了還蠻嘲諷的。因為蘋果預設是不把硬碟分區的，它不希望使用者去煩惱容量要怎麼切。但這對 Windows 老手來說極度沒有安全感吶。如果聽眾真的很想找回那種看得到實體硬碟的踏實感，其實是可以設定的。你可以進入 Finder 的偏好設定，在邊欄選項中把硬碟勾選起來。哦，所以還是找得回來。沒錯，這樣你的 Finder 旁邊就會出現類似 C 槽的硬碟圖示，點進去會看到系統、資源庫、應用程式和使用者。只要記住你的東西全都在使用者這個資料夾裡就對了。原來如此。不過當你習慣了不分槽的邏輯，配合 Mac 超強的聚焦搜尋，也就是 Spotlight Search， 隨時按下 Command 加空白鍵，輸入關鍵字，你會發現自己根本不需要去記檔案到底放在第幾層資料夾裡。對。因為系統瞬間就能幫你找出來，這也是很多人愛用 Mac 的原因。好，我們已經學會在這個新世界裡走動了，但挑戰還沒結束。當你想把舊世界的東西帶進 Mac 時，次元壁就出現了。你是指從網絡上抓的軟體，或是 Windows 實體院的外接硬碟嗎？沒錯，首先是安裝軟體。Mac 有一種獨特的副檔名叫做 DNG， 這東西到底該怎麼處理啊？ DNG 全名是 Disk Image，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虛擬的隨身碟。當你點擊打開它，系統會在桌面上掛載出一個白色的磁碟圖示，並彈出一個視窗。這個視窗左邊通常是軟體的圖示，右邊則是一個應用程式的資料夾解禁。我常覺得這畫面很直觀，就像是網購送來一個裝着微波爐的箱子。哦，這個比喻很有趣，被留在客廳佔空間。啊，你是說桌面上那個白色的磁碟圖示？沒錯，安裝完畢後，你必須把桌面上的那個白色虛擬磁碟退出。你可以點擊右鍵退出，或者直接把它拖進垃圾桶，這才算是清理了安裝現場。沒錯，一定要把紙箱丟掉，不然桌面會超亂。不過，在安裝這些非蘋果官方商店下載的軟體時，系統常常會跳出一個很嚇人的視窗，說檔案已損毀，請將其移至垃圾桶。這個真的會嚇到很多人。很多人到這裡就嚇傻了，以為自己載到了病毒，電腦要掛了。這其實是蘋果內建的安全機制 Gatekeeper 在作祟啦。它就像一個過度保護的保鏢，只要看到軟體沒有蘋果的官方認證標籤，就會直接攔下來，並用損毀這種強烈的字眼來嚇阻你。那我們要怎麼跟這個保鏢說退下？這是我自己帶進來的人。在大部分情況下，你只需要進入系統偏好設定的安全性與隱私權，解開左下角的鎖頭，選擇允許任何來源即可。聽起來不難吶。但麻煩的是，蘋果在近期的系統中常常會把任何來源這個選項隱藏起來，這時你就得動用終端機，也就是 Terminal 了。終端機，這就是最讓人手心冒汗的地方了。打開終端機，面對那個黑客電影般的黑底白字畫面，對於完全不懂程式碼的聽眾來說，輸入一串像 sudo spctl 那樣的指令，會不會把剛買的電腦直接搞到宕機啊？這種恐懼完全可以理解了，但讓我拆解一下這段指令的意義。
sudo 代表以超級管理員的身份執行，而後面那一串單純就是命令 gatekeeper 這個保鏢暫時關閉它的最高安檢層級。所以它不是在破壞什麼底層架構，完全不是。它不是在修改系統核心代碼，也不是在破壞硬體。只要你確定下載的軟體來源是安全的，這段指令本身絕對不會弄壞你的電腦。了解，也就是說，我們只是亮出 VIP 識別證，讓安檢稍微放寬一點。好了，最後一個痛點，絕對是跨系統的世紀難題——外接硬碟。哎呀，這個真的是家常便飯了。每次我把以前在 Windows 用的好好的硬碟插上 Mac， 看得到裡面的資料，但當我想把 Mac 裡做好的檔案拉進硬碟，它死活不進去。這也是蘋果的保鏢在擋嗎？這次不是保鏢，而是語言不通導致的生態系壁壘啦。這牽涉到兩家巨頭的商業角力，所以是微軟跟蘋果在打架。沒錯，微軟的硬碟格式標準是 NTFS， 而蘋果有自己專屬的 APFS 格式。他們刻意不完全開放自家格式的讀寫權限給對方，所以 Mac 預設只能讀懂 NTFS 格式的內容，但沒有權限去寫入或修改它。這真的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誒。如果我硬碟裡有幾百 G 的資料，不可能為了換電腦就整個格式化，那我是不是只能尋求外援了？是的，最一勞永逸的方法是安裝像 Tuxera 或 Paragon 這種第三方的 NTFS 讀寫軟體，他們在系統底層扮演着即時翻譯官的角色，讓你的 Mac 瞬間具備寫入 Windows 硬碟的能力，打破這道生態系的圍牆。呼，今天這趟深度解析，我們真的是從硬體設定的盲區一路闖關到快捷鍵的重塑、視窗邏輯的轉換，最後還破解了軟體安裝與硬碟相容的次元壁。內容非常豐富，不過在我們結束之前呢，我想快速澄清幾個新手常見的保養迷思。哦，保養也很重要，畢竟一台這麼貴。第一，現代 MacBook 的鋰電池非常聰明，千萬不要去刻意把電用光再充，正常插着電使用就好。記下來了。第二，清潔螢幕用維斯的眼鏡布輕擦即可，絕對不要噴酒精或化學清潔劑，那會把螢幕的防反光塗層整片剝落，螢幕就毀了。哇，這個超容易犯錯的。最後一點，強烈拒絕使用鍵盤膜。Mac 合上時，螢幕與鍵盤的公差極小，墊了鍵盤膜，很快你就會在螢幕上看到無法消除的鍵盤印子。這些絕對是價值連城的避坑指南呢，尤其是鍵盤膜那一點，超多人都會買來墊呢。其實，經過我們今天對這些底層邏輯的深度拆解，我想對所有剛入手 Mac 的聽眾說，一開始感到挫折是非常正常的。對，真的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千萬不要試圖把 Mac 變成另一台 Windows， 那樣你只會一直痛苦下去。沒錯，這就像是在學習一門新的語言。你不能用英文的文法去硬套中文的句子，只要你理解了蘋果背後的設計哲學，撐過讓大腦建立新肌肉記憶的陣痛期，你就能真正體會到這台機器的流暢與強大。不過，這也讓我忍不住去想一件更深層的事情。今天我們花了這麼多力氣去修改系統設定，去記住蘋果規定的修飾鍵，去妥協於他那套把檔案當作實體的邏輯。你想到了什麼？我在想，在這個過程中，究竟是科技工具被我們設定成了符合我們直覺的模樣，還是我們的大腦正在被這些科技巨頭的設計哲學悄悄地重新塑形？哇，這真的是一個很值得反思的角度啊。對啊，下次當你的手指在鍵盤上無意識的、毫無費力的敲下 Command 鍵時，你不妨想一想，究竟是你在控制這台電腦，還是這台電腦已經不知不覺地改變了你？讓人細思極恐的結論啊！哈哈，感謝大家今天陪伴我們一起探究 Mac 系統的深層邏輯。我們下次在深度的討論中，再和大家一起探索新知嘍。